这才是真正联合的神。玩具商加强后的实战表现如何？从今天的体验来看，玩具商的强度确实有不错的提升。首先说一下最实用的2点加强。第一个是现在放置的板车没有弹射冷却时间了，这关键性的1秒冷却时间没有了之后，板车用起来是真的很舒服。其次就是玩具箱里的道具现在可以永久增加板车交互速度了。不过这里需要注意，必须是玩具商自带以及后续摸箱子获得的手持物才能增加交互速度，其他途径获得则是没有办法增加的。这2点实战体验下来最为明显，对玩具商来说也是最为受益的，因为没有任何的限制。至于弹射落地加速，实战中用到的次数基本不是很多，也可能是打的场次不够。个人觉得这个加强锦上添花，除了一些用不到滑翔翼的特殊点位，比如圣心医院窗户等位置，其他时候基本弹射都是开滑翔翼的，很少有监管者会不踩跳板让玩具商飞个来回循环利用的。最后就是说一下这个改版后的玩具匣，现在队友可以在自身有手持物的情况下也可以捡起来，这波加强看上去确实很不错。但今天打几局下来，出现3个队友全都是无法更换手持物的阵容也不少，也就是这个加强很看阵营，需要队友配合才能发挥效果，不像其他加强那样可以直接受益。这个改版毋庸置疑是大加强。给大家讲这么几个情况，比如队友牵制过程中失去手持物备用，那相当于是拿着2个道具溜鬼，即便没用出来倒地了，后续被救下来后也可以继续使用。其次是上椅的情况，需要我们去救人的时候，可以把道具丢在椅子左侧，队友救下来后便可以直接自动拾取，对手搓玩家还是很友好的。个人觉得游戏内比较看配合，但感觉在之后的赛事比赛，选手手里应该会有较大的发挥空间。当然这波改版最牛的地方还是在联合狩猎模式，这个真的可以说是史诗级加强，像那些没法更换手持物的角色，都可以在该模式下拾取玩具商的玩具匣，相当于是给每个人都间接增加了一个道具栏。这波加强真的可以辅助位里封神了。最后，以上就是个人实战体验下来的感受，大家如果有不一样的看法，可以评论区留言。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